這2天肖戰的行程真的把什麼叫頂流的日常工作強度演示得明明白白。昨天他在北京連續工作了大半天，完成既定拍攝和事務後，幾乎沒有任何停歇，又馬不停蹄地出發前往深圳，因為小城良方正式轉場。很多人以為轉場意味着緩一緩，歇一歇，但現實恰恰相反。肖戰是當日抵達，當日就投入新戲份拍攝，直接進入高強度工作狀態。按照目前安排，深圳部分計劃連續拍攝3天，之後還要再轉場安徽，繼續推進劇情。從時間線上看，這部劇的拍攝週期已經明顯拉長，基本可以確定要拖到年後才能完全殺青。雖然官方備案集數是30集，但結合目前的拍攝體量、轉場頻率以及劇情鋪陳方式，很多觀眾都有一個直觀感受：這個故事容量恐怕不止30集能講完。後續是否會調整集數，已經成了不少劇粉心裡的默認判斷。小城良方這次轉場深圳，對觀眾來說意義也不小。因為這不僅是劇情節點的變化，更意味着亮神終於要進入夏秋服裝階段了。在錦州拍攝時，天氣寒冷，亮神幾乎全程都是厚外套、羽絨服、深色系穿搭，整體偏沉穩生活化。到了深圳，城市節奏、氣候條件和人物狀態都會發生變化，服裝自然也會隨之升級，從厚重防寒轉向風衣、西裝、輕商務穿搭，既符合現實邏輯，也讓觀眾在視覺上獲得全新的觀感體驗。雖然小城良方的造型一貫不走浮誇路線，但勝在真實、耐看、有角色邏輯，這種越看越順眼的質感反而更容易讓人期待。說到這裡，不得不感嘆一句，肖戰真的是名副其實的工作管理大師。小城良方錦州部分正好拍完最後1天，他立刻回到北京參加微博之夜。微博之夜結束後，第2天白天還有既定的商務拍攝，一直忙到傍晚。收工後又立刻跟隨劇組轉場深圳，無縫銜接進入拍戲狀態。這種工作節奏不是臨時起意，而是需要提前數月反復協調檔期，確認流程。任何一個環節出問題，後面的安排都會被連鎖影響。在幾乎全年無休的情況下，依然能保持穩定狀態和執行力，這種職業素養本身就已經甩開同齡藝人一大截。微博之夜結束後，肖戰工作室發布了當晚造型的定妝視頻。乍一看只是一個簡單的幕後記錄，但仔細看會發現，無論是特效運用、畫面節奏，還是背景音樂的選擇，都明顯經過設計。熟悉工作室風格的粉絲都懂，他們向來不做多餘解釋，卻很擅長用細節表達態度。這一次的背景歌詞尤其值得細品。Vlog 背景樂裡那幾句歌詞，這圈子魚龍混雜，太多冒牌貨色，他們靠山寨發家，全是些劣質把戲，指向性其實已經非常明確。更耐人尋味的是，肖戰本人當晚的狀態變化，第一次領獎時依舊笑容得體，禮貌克制；第2次再上台，明顯收起情緒，全程嚴肅，不給任何作妖的人情緒價值。這種態度切換本身就是最清晰的回應，不吵不鬧不解釋，但立場擺得清清楚楚。肖戰工作室顯然也是同樣的態度，對那些震驚復查的說辭完全不買賬，一剛到底。親口開罵會髒了老板的嘴，那就找一首歌放出來，一句一句都是嘲諷。不得不說，這首 BGM 簡直像為當下量身定做，尤其最後那句明年見，殺傷力直接拉滿。胖是真的該加雞腿。有些場面比任何聲明都更能說明問題。人在下意識狀態下的舉動往往最真實。某些人嫌裙子礙事，一腳又一腳的踢，看似踢的是裙子，實則踢的是穿裙子那個人的尊嚴。因為打從心底裡不尊重，才會如此肆無忌憚。反觀肖戰，哪怕對作妖咖毫無好臉色，最後還是選擇出手解圍，保持體面和教養。可諷刺的是，這樣的善意不僅沒有被珍惜，反而還被對方粉絲造謠攻擊。只能說，肖戰的好心真的不值得這些人。微博之夜都結束好幾天了，
肖戰的現場神圖卻還在持續釋出，尤其是背影圖，幾乎張張能看出長期健身的痕跡。那套西裝本身版型厚實，還帶珠片裝飾，但背部線條依舊清晰，肩背寬直，體態穩定。這種狀態不是靠臨時節食或者擺姿勢能做到的，而是長期自律的結果。也難怪很多人都說，西裝就是最適合肖戰的單品，每一套都讓人嘶哈嘶哈。微博之夜之後，肖戰在公開表達中的狀態也更顯克制和專注。他在獲獎感言裡說，最重要的是今天，是當下，更是每一個明天。這並不是空泛的雞湯，而是他一貫的行事邏輯，承諾給粉絲，壓力留給自己。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肖戰是典型的言出必行型人格，話不多，但做得到。順便說個現實又好笑的細節，每次肖戰一有新機會，總會有人貼上來碰瓷兒，說自己更合適，試圖搶餅。但在微博之夜後台，當肖戰本人經過時，這些人只能貼着牆站着讓道。就像20年跨年時，那些只能站在台下看着肖戰被工作人員簇擁着準備再次上台的人一樣，他們心裡其實比誰都清楚肖戰的咖位，所以才會一邊嫉妒一邊搞小動作，但真正面對真人，連一句多餘的話都不敢說。這些年還有一個越來越明顯的現象，試圖欺負肖戰的人，最終大多遭遇反噬。原因很簡單，肖戰的支持基礎不僅來自粉絲，還有數量龐大的路人好感。攻擊他等於同時得罪兩部分群體。所謂回旋鏢，並不是玄學，而是長期行為累積後的結果。有人會問，既然肖戰已經這麼火了，為什麼還會頻繁遭遇各種不公？答案其實很現實，娛樂圈裡的灰色操作一直存在，只是肖戰身上的流量和利益點太多，所以更容易集中發生在他身上，也更容易被放大討論。但同樣重要的是，正因為他擁有足夠的支持力量，才能在關鍵時刻守住底線，不被潛規則裹挾。流量在這裡不是負擔，而是一種自保的武器。微博之夜的插曲終會翻篇，但時間線不會停。網絡視聽盛典已經到來，今年肖戰不再是與他人共同講述，而是獨立擔任全篇主題主講人，節目排位靠後，幾乎等同壓軸。隨後，北京衛視春晚官宣，大年初一他將帶來歲歲年年，以中國風造型和全國觀眾一起過年。從網絡視聽盛典到春晚舞台，從主講身份到海報排位，這些細節拼在一起，就是肖戰真實而穩定的咖位。而他對粉絲的用心也一如既往體現在細節裡。微博之夜造型中貼滿手稿的畫板，並非現成道具，而是專門定制，服裝早早準備，只為那一次相見。領獎時的感謝與鞠躬，也不是流程，而是習慣。如今小城良方深圳部分已經正式開拍，亮神從錦州階段的捲髮切換為直髮，也被不少觀眾解讀為角色在不同城市環境中的心理變化。再加上廣告中不斷展現的新面向，無論是運動感、文藝感還是生活質感，都讓人對肖戰未來的作品選擇充滿期待。忙碌仍在繼續，舞台持續展開。對肖戰而言，過去只是背景，真正的重點永遠在下一步。他對工作的認真與對粉絲的用心，從來不是表面的，而是體現在每一次細節裡。無論是早早準備的造型、專門制作的道具，還是每一次鞠躬致謝，他都把每一次相遇當作珍貴的儀式感。這樣的職業態度和人品，也讓他在娛樂圈的競爭中始終立於不敗之地。未來，無論是影視作品、舞台活動，還是廣告拍攝，他都將以同樣的熱情與專注面對，持續用實力和誠意回饋支持他的人，也讓每一個關注他的瞬間成為觀眾記憶裡閃亮的光點。